这是我们一般人会看的 K 线，而这个是我看的 K 线。是否发现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如果你仔细看，一般人看的 K 线要么就是绿色主体，要么就是红色主体。我所看的 K 线有些会出现空心的情况，比如这根和这根 K 线，这两种 K 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比较好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打开 K 线选择。这个 candles 就是一般人使用的 K 线，其实也非常好理解，绿色就是上涨，红色就是下跌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打开 hollow candles， 这就是所谓的空心 K 线。OK， 首先我们看回一般 K 线，红色就是从这里开盘，这里收盘，绿色的就是这里开盘，这里收盘。现在我们换回去空心 K 线，红色其实没有改变，一样这里开盘，这里收盘，而绿色的就会变成了空心，但它的边框其实也是显示绿色。同样也是这里开盘，这里收盘。如果我们看这根实体的绿色 K 线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注意看，前一天的收盘其实在这里，随后隔天价格跳空高开，来到这里收盘。但当天不懂发生什么事情，价格往下掉，最后收在这里，也就是收盘比开盘低。照理来说应该是红色才对，那为什么是显色绿色的呢？要知道，其实相比起昨天，虽然它是从上面跌下来，但实际上当天其实是上涨了 7.52， 所以才会显色绿色。如果我们换回去普通 K 线的话，就会看到显示红色，因为当天的收盘价是低过于开盘价的。如果是空心 K 线，就会看到实体显色绿色，因为当天实际上是上涨的。我们再看这个例子，它是一根红色的空心主体，其实跟之前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也是因为遇到了跳空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换成实体 K 线，就会发现显示的是绿色。我们看回去前一天的收盘其实是在这里，随后隔天价格跳空离开，来到这里开盘，但当天不懂发生什么事情，价格往上涨，最后收在这里，也就是收盘比开盘高。照理来说应该是绿色，因为相比起昨天，实际上其实是跌了 2.75%， 所以对于空心 K 线来说就变成了红色空心。其实普通 K 线的计算非常简单，如果当天收盘低于开盘的就是红色，如果收盘高于开盘就是绿色。而空心 K 线因为会考虑到前一天的收盘价，颜色主要基于前一个收盘价为准。如果前一天的收盘价低于当天的收盘价，不管当天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，都会显示绿色，但会加上空心。如果前一天的收盘价高于当天的收盘价，不管当天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，都会显示红色。所以空心 K 线就会有两层的意思，第一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是高于开盘价还是低于开盘价，第二就是当天的价格实际上是上涨还是下跌。这两种的差别虽然并不会影响太大的决定，但使用空心 K 线就能很好的理解当时的市场情况。比如这个，如果这样看就好像底部反转的信号，但如果帮它换去空心 K 线，你可能会更加小心。我们一般人看 K 线其实就是要知道当时的市场情绪，所以对于普通 K 线来说，很容易误解了当时的情况。为了避免更好的误读的问题，空心 K 线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。空心 K 线看上去好像很复杂，我又习惯了看一般的 K 线，那有没有更简单的呢？其实是有的。如果你还是觉得空心 K 线不好看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可以在普通的实体 K 线调整当天 K 线实际的走势，在空白的页面点击右键，选择设定，在这里选择 Symbol， 然后在 K 线的颜色根据前一个收盘价打勾。可以发现，所有 K 线会根据前一个 K 线的收盘为准，然后点击确认就可以了。